我叫浮萍，今年3岁，魔君之女，魔界小公主。今天我被我亲爹退货了。爹，我昨天就吃了2碗糊糊，一个幽冥果，半块风干肉而已。田儿啊，不是爹不想养你，可咱之前攻打修仙界打输了，赔款赔的裤衩都快当了。现在魔界是真的穷啊，穷的连魔宫门口的看门石狮子上个月都跑了1只。你看这魔宫，上次下雨还是我拿王座接的水，确实漏得离谱。上个月我亲眼看见他偷偷抠了1颗夜明珠去换粮。你再看你哥，108岁了，还得天天带队去挖矿补贴家用。爹，你就直说咱们养不起妹妹了，想把她送到娘那儿打秋风，铺垫那么多干嘛？闭嘴！什么叫打秋风？这叫亲情探访。田儿，你听爹说，你娘现在是青云宗宗主，修仙界有名的大富婆不是，是大能，灵石多的能填命咱们魔界的熔岩河。你去她那儿，顿顿有灵米吃，天天有灵果啃。那你为什么不去？他不敢，他怕娘揍他。上次偷摸去想偶遇娘亲，被娘用护山大阵追着劈了3条街。瞎说！你娘爱我爱的不能自拔，打是亲骂是爱，追着劈是深情的另一种表达方式，小孩子懂什么？平儿，爹得镇守魔界，魔界不可一日无君，就像茅厕不可一日无纸。那哥哥为什么不去？我倒想去，我去了谁搞魔界建设？你爹连施工图纸都看不懂。瞎说！我会写你娘的名字。唉，原来我爹不仅穷，还是个文盲。行吧，我去找娘，但我有个条件。别说1个，100个都行。你要每天想我3次。平儿啊，爹会每天想你300次。他只是想你能从娘那儿蹭多少灵石。就你话多。这是魔界通行令，出了魔界记得收好，别让人看出你有一半魔族血统。这个给你娘，就说爹想她了。还有，魔界今年收成不好，问能不能借点灵石。爹，我懂了，你这是让我去跟娘要饭。怎么能是要饭呢？这是亲人间正常的经济互助，是跨界亲情的温暖传递。火路费呢？这是3块下品灵石，想买什么就买什么，不够花的话就省着点花。唉，父爱如山，山穷水尽的山。路上小心，要有人欺负你就跑快点，千万别硬拼，咱家现在赔不起医药费，等以后有钱了，哥哥就给你报仇。知道了。啊，这味道是魔君家的小祖宗，是他吗？好像是这味儿。魔君血脉，错不了，撤！有时候拼霸确实能解决人生大部分问题。黑风谷的风能把人骨头吹散架，但我爹教过我独家零成本简易避风诀爬行。小友，你是怎么进来的？爬进来的。带我！小友，你这法子真好用，省了我至少50块灵石的防护符。这法子只能应急用哦，我爹说长期用对腰椎不好。去哪儿，小鬼？修仙界。一个人用什么付船费？够吗？幽冥铁玄矿还是最低品的，不够。爹说过不要暴露身份，但不说就过不了河，过不了河就找不到娘，找不到娘就得回魔界继续吃糊糊。其实我是……小鬼，你也是从魔界逃燃出来的吧？我确实是逃贫穷之难。魔界现在是真不行了，连这么小的崽儿都往外跑。听说魔君大人都开始卖魔宫的夜明珠了。上船吧。小鬼，出了魔界千万别轻易暴露魔气，小心被那些修仙宗门的人抓去炼丹。谢谢，给你小费。还挺讲究。走吧，小鬼，路上小心。这团是山，这坨是河，这个圈圈叉叉又是什么？
爹的画技和他的人一样，充满了贫穷的艺术感。爹，你可真不靠谱！好。臭东西！大叔，青云宗怎么走？往东300里，陪你这娃娃一个人。对，我去找我娘。姐姐，去青云宗还有多远？还有200里。你干嘛去？我去找我娘。问路果然比我搭那破地图靠谱10000倍。你好，我来找我娘，就是你们宗主青梦。我们宗主是修仙界第一美人，追求者能从这儿排到魔界，每天来认亲的没有100也有80，都说自己是他失散多年的女儿、儿子、3姑六婆、8大姨。上一个这么干的，现在还在后山给神兽盘屎呢，已经产了3年了。我有信，我爹写给我娘的信。亲爱的梦梦，魔界今年收成不好，借点零食。这诈骗手段也太直白了。偏儿很乖，吃的不多，1天3顿糊糊就行。糊糊，我们宗主的孩子吃糊。我真的是他女儿。快走快走，下次编个好点的故事。这次看你年纪小，就不跟你计较。爹爹说，只要我来到这儿，娘亲就会高兴的出来抱我，以后还能吃饱饭。可是现在我连娘的面都见不到。小娃娃，你家人呢？我爹养不起我，让我来找我娘，但我娘不要我。造孽呀！多吃点，长身体。听说青梦宗主闭关了，要闭3年呢。闭关3年，那我怎么办？好想哭，但我爹说过，魔君的女儿不能哭。东峡城这个月有10年1度的宗门大招，各大宗门都会前往招收弟子。青云宗也会去吗？会，不过这里去东峡城很远，你这小豆党别想了。去东峡城？你知道多远吗？500里路，路上被野兽叼走了怎么办？我得去，野兽不一定叼我，可能怕我叼它。路上小心啊，遇到危险就往人多的地方跑。好饿啊！东峡城，我来了。进城交费，3块下品零食。好香啊！大师兄，你看这小娃娃真可爱。刚剩的，吃吧。我爹说知恩图报，尤其是对好看的人。小妹妹，这是低阶妖兽肉，怎么来的？别怕，我们是天剑宗弟子，不是坏人。抓来的呀！抓的！他们跑我就追，打晕烤了吃，就是肉太老。你来东峡城做什么？你家大人呢？爹养不起我，娘听说闭关了，没有大人。可怜的孩子，那你打算怎么办？我打算参加宗门大比。宗门大招满6岁才行，你看着才2、3岁。哼，3岁，4舍5入就是6岁，不是还看资质吗？万一我是天才呢？姓名、年龄、籍贯。扶贫，3岁零1个月。墨城。大招要满6岁，报名费10颗下品零食。天才可以破例，我没钱，我就要报。年龄不符，待定。武灵根，五行均衡，但每种属性都很微弱。武灵根，那不是废柴标配吗？就是，这辈子能入西就不错。长老，武灵根不好吗？孩子，武灵根意味着你要同时修炼5种属性的功法，需要的资源是别人的5倍，进度却是别人的1%。极价根骨，这娃娃的根骨
堪比体修天才。根骨极佳，炼体好苗子。修武灵根，术法一道废了。若是单灵根，即是绝世天才。这些哪有我娘重要？我爹说了，找到我娘，这些都会有。信性极坚，这孩子了不得。武灵根基本等于术法废茶，但根骨极佳，信性极坚，是体修的好苗子。可我们青云宗主体修一道并不擅长，而且他才3岁，太小了，带回去谁照顾？小娃娃，虽无缘，但老夫知道个去处适合你。是哪里？天剑宗。好穷。长老，真不能让我进青云宗吗？做杂役也行啊。年纪小，灵根差，没灵石，即便做杂役，大部分资源也得自赚。这打杂根本没出息。我不用有出息，只要能见到宗主就行。你做一个杂役弟子，这辈子都没有会见宗主。去吧，孩子，去寻找你适合的大道。见不到娘就要回魔界吃糊糊了吗？啊！真的免学费，包吃包住。小妹妹，是你啊！青云宗不要我，你们能要我吗？当然可以要。来，测一下。剑修很苦的，每天要练剑、打坐淬体。你真的愿意来天剑宗？魔宫太穷了，这里至少能填饱肚子。我愿意，只要包吃饱住。好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天剑宗的小师妹。我们有小师妹了，天剑宗100年来的第一个女弟子。虽然没找到娘，但至少有地方包吃包住了。天剑宗虽然穷，但没关系。对了，小师妹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扶贫。好名字，一听就是文化人起的。可能吧。我是三师兄苏宁，103岁，金丹中期。三师兄好，这名字听着怎么像超市搞促销的？我是四师兄言川，104岁，金丹中期。四师兄好，名字带火，做饭应该很好吃吧？我叫慕容卓，是你五师兄，105岁，金丹中期。五师兄好，我是六师兄顾晨光，98岁，金丹初期。你们最小都98岁？是啊，98了，还是个孩子。沈清晨，行医，110岁，天剑宗首席弟子，元婴初期。大师兄好，果然是大师兄，连名字都这么有气质。我们大师兄可是天骄第一人，100岁就踏入元婴期。元婴很厉害吗？就是比金丹厉害。哦，既然招到弟子了，我们回吧，想必也不会有人来了。这么草率的吗？小师妹，咱们天剑宗讲究缘分，既然到了，那就回家。爹退货，娘闭关，我以为我没有家了，没想到这群师兄们竟说带我回家。你们的剑很贵吧？剑修可以穷，剑不能。所以你们的钱都花在剑上了？那当然，剑就是剑修的命。剑在人在，剑亡人亡。剑是我们的道侣，怎么能亏待道侣呢？虽然我的道侣是去年从二手市场淘的，打了7折，但我很爱他。算了，跟这群只会买剑的穷师兄们在一起，好歹包吃包住。小师妹，坐稳了。有了一群师兄，真好。唉，这是到家了吗？你们平时住哪里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洞府，你的洞还没挖，等会儿师兄们帮你挖一个。小师妹喜欢朝南还是朝北？要带阳台吗？洞府还能带阳台？我那个就带了个小平台，早上可以在那儿练剑，晚上可以看星星，就是下雨会积水，得自己舀出去。唉，行吧。那吃饭呢？在哪里吃？露天吃啊。
天气好的时候在山顶看云海赏明月，多有意境；下雨的时候在洞里听雨声悟剑道，多有情调。那洗澡呢？后山有灵泉，随便洗。不过冬天有点冷，得用真气护体。小师妹，你还没修为，冬天师兄们会帮你烧热水的。厕所呢？我们都是修士，一个净尘诀就解决了。可我不会净尘诀。那后山找个地方解决就好了，记得挖坑埋了，不然招苍蝇。对了，宗主呢？我要去拜见吗？宗主在外云游，50年前走的，说100年后悔。那现在还剩50年？很好，等我53岁的时候，就能见到宗主了。那长老们呢？长老们都在外打灵宫。打灵宫？大长老在隔壁玉灵宗当饲养员，负责喂食、铲屎、梳毛，包吃包住，还能免费撸灵兽和偷偷带点灵兽蛋回来。二长老在青云宗当丹房火工，负责给丹炉烧火，据说偷学了不少炼丹技巧。等学成回来，咱们就有自己的炼丹房了。那现在有丹炉吗？没有。药材呢？也没有。那炼丹房有了放什么？没考虑过这个问题。那个还有3长老在禅宗当扫地僧，据说还给发僧袍，攒的僧袍够我们穿10年了。好吧，那4长老呢？4长老没有4长老，宗门确实设了4个长老位，但只招到3个，第4个名额一直空着。那为什么不取消？因为宗主说名额空着显得我们宗门有发展空间，显得我们未来可期，显得我们低调内敛，显得我们穷的只剩格局。但还有个2师兄，二师兄叫傅少，108岁，金丹后期，在外寻矿拾矿，已经3年没回来了。说是寻到就回来建设宗门。3年没回来，你们不担心吗？担心啊，所以每个月都给他传信问找到矿了吗？他每次都回快了快了。上个月传信问他需不需要寄点干粮，他回不用，我在吃土管饱。行吧，所以天剑宗一共7个弟子，3长老，1个宗主，11个人。核心人士。难道还有外门弟子？没有。是因为养不起吗？明白了，原来不是不想收，是收不起，就像我爹养不起我一样。师兄们说要带我熟悉一下环境，其实就是绕山转了几圈。这是主峰，宗主的洞府就在山顶。宗主洞府门口那是鸟窝？对，宗主50年没回来了，洞府就被一群灵鸟占了。为什么不把鸟赶走？宗主不回来，空着也是空着，灵鸟住还能捡点蛋。那些灵鸟蛋一颗能卖100块下品灵石，每个月去捡一次，能换不少灵石。宗主说了，宗门资源要合理利用，鸟占了他的洞府，下蛋补偿，合情合理。有道理。修仙界有5大宗，你得记住。哪5宗？第一天剑宗，论实力，修仙界第1，但财力也是第1，倒数。看出来了。第2是青云宗，善造器、炼丹、画符、布阵，实力不俗，财力第1。真厉害。第3是玉灵宗，他们善契约灵兽、妖兽，培育灵宠，灵宠很贵也很能打，所以实力和财力都第3。知道了。先记住这5大宗就行，其他宗门以后慢慢记。好，记住了。这里风景好，能看到日出，地势也平，下雨不会积水太严重。旁边还有棵树，夏天可以遮阴，离灵泉也近，洗澡方便。就这里了。行吧，反正我也没钱。师兄们真厉害。这里可以摆盆花，虽然我们没有花，但可以先留着，这样下雨穿水能流出去，不会积在平台上。我以前用的，你先用着，回头我给你弄张木床，新做的，棉花是山采的野生棉，可能有点硬，但保暖。虽然这个家很穷，但第一次有这么多人对我好。
谢谢师兄们。谢什么？以后就是一家人了。走，咱们去吃饭。师兄们不辟谷吗？辟谷丹难吃，我做的饭又太好吃，舍不得不吃。对，延川做菜很好吃，所以我们都舍不得辟谷。特别是红烧肉，我能送3个馒头。红烧肉。开火，备料。锅也能补吗？能啊，我用炼起的手法补的，比原来还结实。好硬。馒头放久了有点硬，小师妹你泡汤吃。好吃。小师妹，你慢点吃，别噎着。没事，我饿。小师妹，够吗？不够我再去做。够了，这是我吃的最饱的一顿。以后每天都能吃饱。三师兄，四师兄，怎么了，小师妹？做噩梦了。我就是想问，为什么我们天剑宗这么穷？很久很久以前，九道三长老头发还在，九道大长老还没开始撸灵兽，九道我们都没出生。说重点。总之，很久以前，天剑宗富过。多富？据说最鼎盛的时候，有9座主峰，18座侧峰，弟子3000，长老上百。宗门大殿用白玉砌成，藏经阁有个功法10万卷，炼丹房、炼器室一应俱全。那时候的天宗门弟子，出门都穿云锦法衣，遇的是极品飞剑，吃饭顿顿有灵米，修炼用的是上品灵石。据说连扫地的杂役弟子1个月都能领100块中品灵石。那怎么变成现在这样了？因为我们的祖师爷是剑痴，祖师爷觉得剑修就应该专心练剑，其他都是旁门左道，所以宗门不设炼丹房、炼器室、福禄堂。起初宗门有积蓄，弟子们专心练剑，实力确实强。天剑宗成了修仙界第1剑尊，修仙界天骄榜前10，我们宗门能占5个。但后来积蓄花完了，不会炼丹，丹药得买；不会炼器，法宝得买；不会画符，符箓得买。而且剑修特别费钱。怎么费？剑要保养、升级、修复，一把好剑很贵，而且学别的技能，丹炉买不起，药材更贵。至于炼器，炼器要的天材地物比药材还贵，主要是有那闲钱和时间，还不如练剑。对，上次宗门大比，我一剑就把玉灵宗的弟子挑下台了。我上次和青云宗弟子打架，他扔了一沓符箓，我直接一剑抵开，他吓得当场认输。还有合欢宗的，他们想魅惑我，我闭上眼睛打都赢了。禅宗的师兄说我剑意太锐，他念经都压不住。剑修之道在于纯粹。我突然觉得天剑宗好像也没那么穷。大师兄的剑光如水，三师兄的剑气是青绿色的，应该是木灵根。哇，四师兄战斗时可以烧烤，五师兄的剑气好闪，应该是土灵根，难怪挖洞那么厉害。六师兄是水灵根，嘿嘿，夏天站在他旁边肯定很凉快。小师妹早，睡得好吗？洞府里没有老鼠吧？没有老鼠，就是有点硬。硬点好，硬点对脊椎好。真的吗？假的，他昨天还让我给他捶腰。闭嘴！对了，大师兄是什么灵根？大师兄是白灵根，也叫天灵根。除了金木水火土，还有天灵根。10万中无一，可以多修，而且修炼速度为普通灵根的2倍。那有没有黑灵根？有的，也叫暗灵根，一般魔族天才才会出。暗灵根，魔族天才？那我为什么不是？我爹明明说过我是天才，难道是因为我只有一半血脉？那暗灵根很厉害吗？很厉害，和白灵根一样稀有。但是修仙界对暗灵根有偏见，觉得那是魔族的灵根，所以暗灵根的修士一般会隐藏自己的灵根属性，假装是其他灵根。哦，
我得藏好我的魔族血脉，不然可能会被当成魔族奸细抓起来。今天先熟悉一下宗门，这是引气入体秘籍，你看看，能学会最好，学不会也没关系，过几年再慢慢引导你。过几年？杂灵根很难引气入体成功，所以先练体和练剑。虽然你根骨俱佳，但却是杂灵根，所以你有可能一辈子也没办法引气入体。引气入体很难吗？我示范一遍。这就是引气入体，吸收天地灵气，化为己用。哦，又是这5个颜色。之前在青云宗说这叫武灵根，不好。你引气入体了，且凝聚出了5星灵气，可小师妹看起来一点灵力都没有。杂灵根没有系统修炼，所以存不住灵气。这就是引气入体？你不知道？不知道。我爹说我是天才，他教不了，让我自己悟。你们还记得混沌灵根吗？那可是传说中万年难遇的极品灵根，小师妹吸收灵气的速度是普通修炼者的10倍啊！所以我很厉害吗？你是天才，万年难遇的天才！小师妹，你以后会非常厉害。哼，厉害到各大宗门抢着要，厉害到青云宗哭着求你去。原来爹说我是天才，是真的。完了，混沌灵根很花钱的。对啊，小师妹需要固本培元，普通培元丹1颗100中品灵石，她1个月要多少灵石呀？怎么养不起？原来爹说教不了我，是教不起。小师妹是混沌灵脉这件事，必须保密。我同意。要是给外面宗门知道了，可不得抢破头。最怕有人暗中下黑手，所以我们要低调。从今天起，在外人面前，你只是普通武灵根。明白。对内尽量节约资源。培元丹买不起怎么办？要不先断体？对，断体也能固元，虽然慢，但不花钱。体修入门，成本为0，就这么办。先用这个。今天练什么？扎马步。坚持住，剑修的第一步就是稳，根基不牢，地动山摇。吃的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再次1000遍。大师兄，你小时候也这么练吗？练了多少年？110年。刚出生就练。这是什么？断体药玉，方子是大长老从玉灵宗顺手抄来的，本是给灵兽强筋断骨用的，不过炼气期修饰也有效，主打一个便宜好用。药玉成本100下品灵石，库存余额5000。小师妹第一次跑吧，习惯就好。这味儿，天才来了都得吐。混沌灵根的修炼速度果然快，3天炼气中期，大师兄当年也做不到吧？我当年用了3个月，但消耗灵气，再修下去就得不拘灵阵了。小师妹，你得控制修炼速度，从今天起，你每天只能修炼2个时辰，剩下的时间用来巩固修为、断体和练剑。好吧。我突然很喜欢这个穷的叮当响的宗门，馒头也挺香，管饱。挥剑有力套了。
马步扎得稳，能坚持半时辰了。身体强度提升很快，药浴可以升级了。下次试试加蝎子尾巴，能不吗？能，那就换蜈蚣腿，还是蝎子尾巴吧。小师妹修为炼气中期，断体入门，剑招12式，识字308个，写字3个，药浴12次，总支出1200下品灵石，库存余额300下品灵石。这里写的什么？没什么。大师兄，你发财了！接了护送任务，这是定金。什么任务啊？大师兄接了个大单，护送玉灵宗几个天骄进秘境抓灵兽，但危险程度3星，非元婴以上不敢轻易进入，通常由宗门长老带队历练。宗门历练一般几年才组织一次，平时进去修为的弟子要么一起，要么顾护卫。玉灵宗家里有矿。小师妹有想要的灵兽吗？不要，我想大师兄平安回来。好。大师兄，记得砍价，护送费至少500中品灵石。遇到有危险先跑，钱可以不要，命必须保住。我不在的这段时间，听几个师兄的话，好好修炼，不要乱跑。回来还你。不用还，记得加利息就行。好。大师兄欠你们很多钱吗？大概380块中品灵石，18年没还了。不过每年利息都在涨，再过50年，大师兄就彻底还不起了。其实他就是故意的，欠债太多就没人敢催他还。别担心，大师兄很强。对，元婴期在修仙界基本能横着准，而且打不过还能跑。没错，剑修的速度一般人追不上。好吧。那我们现在在干什么？修炼。就2个时辰，多1刻钟都不行。知道了。小师妹，你这修炼速度是不是太快了点儿？炼气中期到后期，普通人至少要3年，我用了1年半，大师兄用了半年，师妹才用了1天。聚灵阵100中品灵石。师妹突破1次，100灵石没了。我是不是太费灵气了？不怪你，是我们太穷。就是，不就是灵石吗？我们想办法。对，要是我们有钱，能用灵石给你堆到元婴。师妹天赋好是好事，不能浪费。为了赚灵石，师兄们做了一个决定：下山摆摊。这些东西能卖出去吗？试试呗。万一有人眼瞎呢？万一呢？这品质太好了，多少钱1块？我要2块，我先来的。那是什么？幽冥玄铁，那是铸剑绿器的极品材料，就是那东西产在魔界，很难搞到。要是我的剑能产点幽冥玄铁，硬度至少提3成。听说最近黑市炒得很高，拳头大小1块，能卖到100中品灵石了。是这个吗？天哪！真是幽冥玄铁，而且是高纯度，这光泽，这质感。小师妹，你哪儿来的？我老家附近有很多，捡的。小师妹，你老家在哪儿？很远的地方。具体呢？我爹不让说。这个能卖吗？能，太能了！有了这个，咱们就不用摆摊卖妖兽肉了。小师妹，你救了我们全宗。不过不能全卖，只卖1块，另1块给师兄们升级剑。给我们铸剑？师妹，这太贵重了，还是换灵石修炼用吧。对，我们不能要。师兄们的剑需要升级，而且如果师兄们的剑变强了，就能接更厉害的任务，赚更多灵石，给我买更多培元丹。师妹，你才3岁，怎么就这么懂事？师兄们一定会保护好你的。幽冥梦玄铁，
正宗的魔界特产，仅此一块，先到先得。这是幽冥玄铁，纯度好高。我出150中品灵石，170。哟，这不是天剑宗的穷鬼吗？赵有钱，你怎么又来了？我就是来看看你们这些穷鬼今天又卖什么破烂。这妖兽肉都馊了吧，颜色都不对。这铁矿杂质这么多，炼器、炼废铁还差不多。幽冥玄石，该不会是染色的普通铁矿吧？赵有钱，你是想和我比试比试吗？哎，说不过就想动手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可不和穷鬼一般见识。哟，还带了个小娃娃，这么小就出来讨生活，真可怜。要不要来我们青云宗？我们宗门有钱，顿顿有肉吃。怎么哑巴了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哼，赵有钱，青云宗内门弟子。哦，那你很有钱吗？当然，我家有灵矿。哇，好厉害！难怪有钱师兄长得这么好看，衣服也好看，一看就是有钱人。那当然。那有钱师兄一定是那种买东西从来不问价格的人吧？我爹说，真正的大人物都是这样的。那当然。那有钱师兄要不要看看我们的幽冥玄铁呀？这可是魔界特产，铸剑的极品材料。我看师兄气质非凡，一定是用剑的高手吧？真是幽冥玄铁，如假包换。有钱师兄要是买回去铸剑，肯定能成为修仙界第一剑修。小师妹追过头了。而且这矿石还有美容养颜的功效，你看我师兄们用了幽冥玄铁铸的剑，一个个长得多俊呐！而且这块玄铁纯度可高了，我觉得只有像有钱师兄这样有眼光的人，才配得上这么好的东西。真的？当然，你要是买了这块幽冥玄铁，别人都会说，看，有钱师兄就是有眼光，一眼就看出这是好东西。多少钱？ 500中品灵石。小师妹你，这也太……你这隔壁才卖150啊！可是隔壁摊子纯度没这个高，我们这块一看就是矿脉核心出产的极品。有钱师兄你这么有钱，不会连500都出不起吧？谁说我出不起？老子家里有矿，买了！这些妖兽肉、铁矿、灵草我也全要了，多少钱？ 50下品灵石，100，不用找了，就当赏你们的。看到没？这就是格局，有钱人的格局。赵师兄大气，赵师兄必成剑道第一人。就这样卖了？他是不是傻？被坑了还这么高兴？他那是为了面子。不过这种人就是欠坑。下次他还来，还坑他。小师妹干得漂亮。摆摊收入：幽冥玄铁500中品灵石，破烂清仓100下品灵石，总计500中品和100下品。备注：感谢赵公子送来的修炼基金。不过，小师妹，你怎么知道他会买？他自己说的呀，我很有钱。他说有钱你就信？不是我信，是他要我相信。你看，他穿的戴的都是最好的，说明他想让别人看出来他很有钱。他一来就嘲讽我们，说明他喜欢被人捧着。他说不跟穷鬼打架，说明他其实怕打架，只是嘴硬。这种人当众说他没钱，比嘎了他还难受。所以我就说呀，你这么有钱，不会连500都拿不出来吧？他当然拿得出来，而且他必须拿出来。不，
原来这就叫精准打击目标客户。小师妹剑上天赋 S 级。对了，青云宗的人为什么会出现在我们这里呀？我们宗门地处各种宗门中枢，过路的人都会在这里歇脚交易，而且天剑宗有护宗大阵，比野外安全。主要是我们这里不要过路费。唉，因为收过路费需要人手，我们人手不够，而且收钱可能会打架，打架可能会受伤，受伤需要医药费。懂了，穷，所以连过路费都不敢收。等我变强了，到时候过路费、卫生费、空气清新费，嘿嘿，一个子儿都不能少。这个便宜买，这个也便宜买。小师妹要穿新衣服，买。小师妹要认字，买。这是我离开魔界后第一次有新衣服，不是捡的，不是别人给的，是专门给我买的。在想什么呢？想大师兄。大师兄很强的，不用担心。糖好甜呀，但我心里还是有点空空的，睡不着。虽然今天坑了有钱师兄500整正品和100下品，但这点钱对于混沌灵根的我来说还远远不够。大师兄为了给我买培元蛋去接危险任务，其他师兄为了赚灵石摆摊卖破烂。不行，我得做点什么。唉，我爹说过，遇到危险时可以催动令牌，咒语是什么来着？想起来了，前来，前来！参见公主殿下。你谁？属下是魔君安排在修仙界的暗卫，负责保护您的安全。我爹安排的？是。我怎么不知道？魔尊说，等您需要的时候，自然会出现。我爹居然还有这种安排，我以为他只会哭穷呢，没想到还挺细心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属下没有名字，代号影七。影七，帮我办2件事。小公主请吩咐。第一，跟我爹说，我没找到我娘，但我过得很好，让他别担心。是。第二，让我哥给我寄一点幽冥玄铁矿。幽冥玄铁矿？对，我发现这玩意儿在修仙界挺值钱的，我准备拿来换点灵石，补贴家用。小公主，其实幽冥玄铁在修仙界之前是少主操作的。什么意思？少主说魔界太穷了，所以要搞出口创意。但幽冥玄铁在魔界实在太多了，矿挖出来也卖不上价，所以少主就控制了幽冥玄铁的产量，让我们每个月放一点到修仙界的黑市，炒高价格，再慢慢卖。少主说这叫饥饿营销，是在凡界学的。我哥这么厉害吗？小公主需要的话，这里有一些，你先拿去用，不够的话，属下再回魔界取。够了。小公主还有其他父母吗？没了，你回去吧。是。得先藏起来。这么多矿石，够我和师兄们用好久好久了。但问题来了，这么多幽冥玄铁，要怎么给师兄们？直接拿出来，肯定会被怀疑。得想个合理的借口，比如我在后山捡的。
不行不行，后山已经被师兄们挖遍了，连块像样的铁矿都没有。我梦游时挖的更不行，师兄们不会信的。唉，真难。小师妹，快醒醒！好消息！怎么了？师妹，你没睡好？做噩梦了。什么噩梦？梦到我们穷的连馒头都吃不起，只能吃土。哼，那个不会了，小师妹，我们发财了！二师兄回信了。二师兄？他在魔界交界处发现了幽冥玄铁矿，还寄来了很多矿石，足有3000斤，纯度非常高，可以卖30上品灵石。你没听错，是上品。啊！二师兄，那个找了3年矿的富少，他找到了幽冥玄铁矿，还寄来了3000斤。尹七不是说幽冥玄铁的产量被我哥控制了吗？难道我哥和二师兄认识？不可能，我哥在魔界挖矿，二师兄在修仙界找矿，八竿子打不着呀。除非我哥就是二师兄？不对，我哥叫符烨，二师兄叫富少，名字不一样。而且我哥是魔族，二师兄是剑修，种族也不一样。巧合，一定是巧合。二师兄的信呢？虽然看不懂写的什么，但总觉得哪里不对劲。有了这些幽冥玄铁，可以给你买好多培元丹，足够你练到筑基了。现在我们来分一下矿石。我是木灵根，用不了太多，而且小师妹昨天给的那小块已经够升级剑的韧性了，我不拿了。我是火灵根，这玩意儿加进剑里能提升硬度。我拿5斤，5斤够吗？要不拿10斤？够了，省着点儿。土灵根加这个也行，不过我不贪心，就拿3斤。我是水灵根，用不上，剩下的就拿去卖了吧。你们不给自己多留点吗？我们的剑暂时够用了，等以后需要了再买。对，现在最重要的是小师妹修炼。你强大了，我们宗门就强大了。谢谢师兄。谢什么？一家人。师兄们现在去把矿石卖掉，你乖乖待在这里。小师妹，看。小师妹，这些应该够你用到筑基了。我拿20颗吧。啊！小师妹，你不用省。不是省，剩下的给师兄们分吧。小师妹，你这孩子，风好大，沙子进眼睛了。还差一点点就可以筑基了。师妹，我们来助你。成了。怎么样？筑基了！修为筑基初期，用时不到3个月，消耗上品灵石30颗。备注：天才的修炼速度，破产的修炼成本。30颗上品灵石用完了，刚发财就破产了，不到3天。
30颗上品灵石，换成下品灵石是30万，够普通人修炼10年了。30颗上品灵石就这么没了，是不是又败家了？不怪你，是修炼需要。对，混沌灵根就是这样。要怪就怪我们太穷。没事，下次再让二师兄寄点矿回来，再给你换灵石。靠卖矿石不是长久之计，二师兄的矿脉再大，也有挖完的一天。而且小师妹的修炼速度太快了，消耗太大，得想个稳定的收入来源。根据修仙界行情，常见的赚钱方式有炼丹、炼器、画符、布阵。那我们选哪个呀？炼丹需要丹炉，买不起；炼器需要炼器炉和天才地宝，也买不起；画符需要符纸和符笔，更买不起。布阵布阵不用买，有一些基础阵法，不需要材料，只要找到合适的阵眼，引动天地灵气就行。那这个好。但布阵需要阵法知识，而阵法知识需要买书学。一本书至少需要10个中品灵石，所以还是没钱。对，还是没钱。还有个行业不需要本钱，劫富济贫，就是打劫。目标我都想好了，照有钱。犯法的。唉，要是能合法抢劫就好了。这几天先练体吧。对，刚筑基要把修为巩固好。练体不用钱，其他等大师兄回来再说。什么味道？是大长老。大长老，您回来了。大长老，一路辛苦。大长老，您掉粪坑了。什么粪坑？这是灵兽的精华。玉灵宗那些灵兽吃的可都是灵草灵果，拉的屎都带灵气。以后在后山种灵草，用这个施肥，长得飞快。大长老，您偷灵兽屎？什么偷？这叫资源再利用。小平儿，大长老好。好，是个漂亮娃娃。混沌灵根，真是混沌灵根！我天剑宗要发达了！见面礼可挡化神期一击。给灵兽梳毛存的，给小平儿织毛衣。用这个引诱妖兽，一诱一个准，多打妖兽多卖钱。从灵兽嘴里顺的灵草处理干净，给老二回来炼丹用。老夫攒的工钱拿去养师妹。小平儿，好好修炼。玉灵宗那边还有活，老夫得赶紧回去，不然工钱要被扣了。大长老也不容易，
等我变强了，一定要让大家过上好日子。二长老，让老夫看看，青云宗那群有眼无珠的，五灵根废柴，这明明是混沌灵根，传说中的混沌灵根走宝了，他们走宝了。二长老，您怎么回来了？你们传讯说小师妹筑基了，我不得回来看看。您不是要打工吗？请了假，扣半天工钱而已，值得。见面礼能当化神一级。老夫攒的丹药拿去养师妹，药材等老夫回来教你们炼丹。丹方抄的，别让青云宗知道。这个伙房攒的炭，冬天取暖用。二长老，您不是在青云宗当火工吗？怎么攒这么多东西？嘿嘿嘿，火工怎么了？火工也是技术活，烧火烧得好，丹房长老见了我都客客气气的。顺手顺点药材丹方，不过分吧？顺手顺点儿？对，顺手顺点儿。二长老，您这是偷吧？什么偷？这叫资源再分配。青云宗那么富，分我们点怎么了？照顾好小平儿，别让人知道她是混沌灵脉。老夫在青云宗那边盯着的，有消息传讯。二长老，你知道青云宗宗主出关了吗？青梦那丫头？没有啊，还在闭关呢。您为什么叫她丫头？哈哈哈，我们剑宗和青云宗老一辈的交情不错。青梦丫头小时候经常跟她师傅来剑宗串门，那丫头是个天才，还偷学了不少咱们剑宗的剑法呢。那时候她才这么高，扎着2个小揪揪，整天跟在我后面喊景元哥哥教我剑法。不过你问她干嘛？好奇，听说她是修仙界第一美人。哈哈哈哈哈！好好修炼，以后有机会见的。小平儿，再会。三长老，师兄，师兄。果然混沌灵根，我天剑宗要崛起啦！他们是商量好的吗？见面礼能挡化神期一击，里面还封了一道静心咒，可以助你修行稳定。嘿，禅宗发的，串不完，拿去改几个，都有份儿。佛门特产木鱼、檀香、凤精、开光符箓，拿去换钱。灵茶，佛朝宗后山种的，喝了能静心凝神，对修炼有好处。唉，老夫攒的工钱拿去养师妹。三长老，您在佛禅宗扫地辛苦吗？不辛苦，扫地能静心。扫着扫着就把自己扫明白了，而且佛禅尊包吃包住，还给发僧袍。我攒的那些够你们穿10年了。化神期多吗？小师妹，这个问题得从头说起。修士的境界分为炼气、筑基、金丹、元婴、化神炼虚、合体、大成、渡劫飞升。越往后越难修，化神期级别是可以当宗主的人物。
而我们天剑宗3位长老皆化神，还有更厉害的，我们宗主是合体期，是5大宗里修为最高的宗主。3位长老给你的防御法躯能挡化神期1级，说明里面融入了他们的修为和心血。这种法器炼制起来很费功夫，很费心神，也不便宜。最主要是，至少得损耗上百年修为。我一定会好好修炼的。3位长老留下来的东西已经被我消耗的差不多了，得另想办法了。要不我们也去换迷玉吧？不行，太危险，里面太大了，妖兽太多了。小师妹才筑基，进去就是送菜。可是妖兽不是很值钱吗？所谓妖兽和灵兽其实是一个东西，没被收服的叫妖兽，被收服契约的叫灵兽。就像野狗和家狗的区别，只不过野狗会咬人，家狗会看门。我明白了，所以他们到底值多少钱？低阶妖兽相当于修士的炼气期到筑基期，能卖50到100中品灵石。因为妖兽肉可以吃，妖兽血可以入药，妖兽骨可以炼气，妖兽皮可以做衣服，一身都是宝，就是不好拿。而且妖兽一般都有各自的天赋神通。那中阶的呢？中阶妖兽相当于咱们的金丹期修士，已经开智了，有妖丹了。但是中阶妖兽更不好对付，修为高，智商高，会埋伏，会逃跑，会呼朋谢曼。大师兄那样的元婴期遇到，也不一定能对付。跑是没问题，但要抓难，更别说高阶妖兽了。高阶的有多厉害？高阶妖兽相当于咱们的元婴期修士，加上他们的天赋神通，就算化神期长老也不一定能对付。得宗主那样的大佬才能稳赢。那最厉害的就是高阶妖兽了吗？高阶之上还有圣兽，比如凤凰，比如白泽的后代，但只活在传说里。好，我们就先抓低阶妖兽卖。太危险，还是等大师兄回来再说吧。大师兄不就在里面吗？我们就去给他一个惊喜。